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啊，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巨大的压迫。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所以，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就这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90后、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每一次我一讲到说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的时候，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转发就非常高。人对于金钱，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干嘛存教育基金？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父母亲不用存爱，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的。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你说莫扎特、梵高，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我作为一个人类，我非常高兴历史上有过梵高，有过莫扎特。可是如果我是爸爸，我真的不忍心我的孩子是梵高跟莫扎特。我不要我的孩子那么小4岁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然后被那些国王吓到发抖。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想要的态度。所以爱是不用谈的，爱在那边。我们谈的是金钱，我们爸爸妈妈能够唯一做的准备是金钱的准备，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奇葩说，我又来了。女神来了。你为什么穿一个泳装就来了？你不要装无辜，是你交代的啊。虽然听说你强吻黄健翔了是吗？你问他我亲到他没？全都是借位。你怎么不跟马东借位？没有人借位的时候，真的女演员都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对，我是亲到我的手，然后这样的。马东期望的不是这个。咱们换个话题吧，赶紧录吧录吧，别闹了，再闹就出事儿了，真的。我呢是个子太矮，只好加鞋垫的艺人蔡康永。我呢是性子太直，必须毒舌的 JC 金星。我是眼袋太大，必须割掉的哪儿大割哪儿的 MSR。来吧，我们是 K 剑。欢迎大家参观我们这个北朝鲜男团。然后本场女神再次光临，我心中的偶像爆款女神柳岩小姐。大家好，我又来了。柳岩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女神？第2次来到奇葩说现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要问这个直男。为什么呢？我喜欢。什么情况？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上次柳岩来的时候，
坐在你的左手边，这次对来了却坐在你的右手边。这个我要回答。去年柳岩第一次来的时候，坐在马东的左边，对他就左边僵硬了1年，硬了1年。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柳岩今天坐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充实，不是，很饱满，很丰富，很。痴痴的眼神，我顶我，我顶我，我顶我，顶我。左边僵啊，了，左边僵硬啊，左边僵硬的瞬间的那种感觉。说今年给他换到右边，让他右边也硬起来，对，这样就可以用了。大家一会儿看啊，我注意我招手只用这只手了，这只手已经处在半身不遂状态。这个柳岩上次来奇葩说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轻敌了，是不是有点热？上次来，因为上次来你穿衣服一直武装到这儿，就是啊，每一寸肌肤都不肯让我们看到。这次来不知道为什么穿了泳装就出现了。以前我觉得奇葩说是小清新类型的节目呢，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火爆、极具人气的节目，所以今天也穿的比较凉快就来了。走错，反正走那把风完了！马东的眼神从现在开始45度角往下。往下看哪儿？要不要把你椅子搬到他后面去？就这个节目现在太火，有很多赞助商进来，实在没有地方插广告了。他们把开场话题给卖掉了，你知道吗？对，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是从几张照片开始的，来天哪看看第一张。哇哦，帅！好嫩哦！哎，左边的很像罗志祥哎，那个眼睛多有内容啊！你看那眼睛，对，像陈思像诚。陈思诚。你们真的左边这张罗志祥很像他，陈思诚也很像他，对，张国荣也有点像左边这张照片啊。把这个陈年旧照拿出来做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先解释一下，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左边呢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照的，然后当时为了怕别人不知道我会写东西，在口袋插了3支原子笔。然后右边呢是我去美国学拍电影的时候照的，怕别人不知道我会拍电影，所以把摄影机扛在肩膀上。其实迈出去那个话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回到20岁啊，就这个时候吧，是你会干什么？还是干这件事啊？就是还是一边你看我20插着圆珠岁的时候，笔你不觉得我过得挺开心的吗？就还是要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啊，会写就要标榜出来，会拍也要标榜出来才行啊。而且呢，我现在对谈我自己的照片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我很迫切要看到你们其他人20岁的时候长什么样。啊，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啊。这太值得娃了。这个是我儿子舅。这个时候真是20岁，这是我在广东舞蹈学学现在就要去美国留学之前拍的啊，挺酷的吧？很酷。对呀，20岁哦。刚才问那个问题，如果我回到20岁的话，这个时候我应该想法跟女孩子谈个恋爱。那时候没谈吗？我从来没跟女孩谈过恋爱。网上有帮傻波一们说啊，金老师什么跟女孩子谈恋爱怎么，我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要谈恋爱，我只能跟男人谈恋爱，但那时候谈恋爱不方便。如果再回到这时候，我估计我该走哪条路还走哪条路。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条路真是太精彩了。真是老天爷帮你设计特别好，我都没想到我会走成这个样子，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从网上搜了一张柳岩小姐20岁时候的照片。先把你的拿出来呀，你的呢？我的那个屏幕放不下。柳岩还有这种时候呢？这是16、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广东读书。那是上学是吧？上学。这说起来已经30年前的事儿了。是不是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给你盛菜盛特别多吧？完了盛菜的时候就盯着你的胸给你盛去。那个时候明显吗？现在明显吗？我觉得你们真是没见过什么。
你见过？好，下面就到这儿吧。来吧，咱们这个环节就这环节就可以到这儿，下一张。还有一个找哎，什么啊？我真的这不是20岁吧？这是你昨天拍的吧？变化不大耶。我真的欲哭无泪。我跟你说，马东这张照片看着感觉你身体里揣了一个熨斗的感觉，一个褶都没有啊，光溜溜的哈。我觉得像哆啦 A 梦的感觉。我那个时候比现在重30斤，啊，那个时候比我巅峰的时候轻20斤。啊？所以你巅峰的时候比现在重50斤的意思。对，你干嘛不这样讲了呢？你还要我加你？我考一考算术。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回到20岁的话，我会饿着自己。我真的相信我那时候对吃简直是痴迷。在那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去痴迷，不必集中在吃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应该指这个，对这个出钱的。不是，我就说我要是20岁，我就每天一盒古力多燕麦牛奶，扛饿扛到今天。马薇薇20岁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到20岁的时候呢，去，上一届冠军怎么那么讨人对厌呀啊？又到了我们感谢我们赞助商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有钱有势、有型有款、有胸有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啊，这个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我们。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度过了淘汰赛了，所以场上16位选手啊分批上来进行 PK， 所以大家好自为之。来，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个辩题是什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在中国养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银子？据不科学统计，在北京生个娃，普普通通的养到18岁，成本276万，这还不包括进口奶粉、高级尿不湿、亲子班、择校费、零食旅行、吃药看病。一对月薪不到2万的小夫妻，不吃不喝存上15年才够养个孩子。如果说70后生的孩子是计划生育限量版，那80后的孩子就成了计划经济奢侈品。厚厚的账单让现在的年轻人谈孩色变，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房贷、车贷和熊孩子给透支没了。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没钱不生。也有人认为土豪的童年也未必是快乐的童年，进口奶粉未必能吃出个本土天才。压力不是借口，50、60、70后哪一代不是从压力中走过来的？没钱就不能生，不过是一群逃避责任的人打着哭穷的旗号，让不生孩子瞬间高尚起来。与其说你压力大，还不如说你根本就是个怂包。那么没钱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呢？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必须生啊，那还用说吗？你生孩子的时候有钱吗？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心得，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同样也是他的劣势。对啊，这次赛制特别别致，特别逗，你知道吗？还加了一个奇袭的环节。听说了哈。别提了，这赛制可烦了。你说那个陈永开吧，虽然是辩手，但是我接触了一下，就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谁说我们？好几个人都说你们。我们真的闷。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虽然这话题看起来沉重，但其实它是每一个人真正决定要孩子之前，都会去先把自己的卡数一数。然后把自己的家庭规划、把自己的投资收益，所有东西都要算一遍，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双方按照自由意志选择了红蓝两方。我们2位导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肯定要生的，生孩子跟钱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个激情下的产物，不是计划性产物啊。你是从技术上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是从经济学上去考虑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蔡团长，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啊，我当然是在金星的对面了，所以就没钱就不要生了。最后要问一问我身边的女神，我立场就是要生，要不要生孩子跟钱有没有关系？其实金星老师是有关系的，只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关系。
没钱也要生，没钱也要生。是你们那边的是吧？对。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手中红蓝键，红键代表没钱要生，蓝键代表没钱不要生，请大家选择立场。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3、2、1。那我们是从正方少数支持派开始，大兵开始。哎呀，没钱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问这话的人就应该把你重新塞回到你妈的肚子里。啊，赞成没钱不能生孩子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合计啥呢？啊，你们都是富二代呀？你们生的时候家里都贼有钱呗？啊，没钱不能生孩子，我觉得这句话你就等于消灭了一代人呐！啊。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还整什么计划生育？直接就问你有没有钱，问你有没有钱，没钱你不能生孩子，我告诉你啊！哎，那这是一个没钱结扎版的方式，是吧？那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大兵哥，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痛苦、特别难的过程啊。那是吗？生孩子是什么？我觉得生孩子就是一个捎带脚的过程。你生过？对呀，捎带脚就生了嘛，跟什么有关系？跟荷尔蒙有关系，对不对？跟基因有关系，但是我生的孩子是跟我特别相信我在关键时刻能刹住车有关系，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关键时刻能刹住车？就是因为关键时刻我没刹住车，所以我就有孩子了嘛。哦，是这么回事。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的2个孩子是车祸的产物？我还没说完，别着急。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说等我有1000万了，我再生孩子。去那等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媳妇都来3遍更年期了，你都快挂墙上了，你跟谁生孩子去？还有人说了啊，说我没有钱，我生出来的孩子。跟我遭罪，跟我受苦，我用不起澳洲奶粉，我使不起日本的尿不湿，我用不着美国的吸奶器，我不能让他上英法双语幼儿园。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养孩子呢，还是养八国联军呢？大伙儿都知道啊，人奶的营养是要比奶粉高出10000倍的，朋友们，你喝过？我喝过呀，我尝过，亲自尝过。那么，现在朋友，你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努力的攒钱去买澳洲奶粉，你是努力减肥，别减大发了，把你那奶给憋回去了。所以我认为没钱要生孩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孩子都是好事。老爷们儿可以努力出去挣钱，老娘们儿别出去败家去了，好好的2个人一起努力，形成一股劲儿。孩子也认为自己我要努力，以后我才能有出息。那么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家庭，是要比一个光有钱而天天冷战的家庭好出10000倍。所以朋友们，炎炎夏日无心睡眠，今天晚上你们就回去跟自己的媳妇儿来一发，别控制，奔着中标去吧。谢谢。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了事儿，有多少得算你账上吗？大兵刚刚说他是刹车没有刹住才生的嘛？对，所以表示说他如果刹得住的话，他也是要等到有钱才生儿子吧？对但是是这样啊，所以你好啦，我已是，经讲完了，你不能再讲了。所以你是刹车片出了问题。不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刹车呀。哎，他拉来好多票啊！啊，对，73比27，好吧？天哪！反方，其实很多没钱的父母，他们打算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会拿一个理由过来安慰自己。他们会觉得说，是啊，有钱的父母可以给孩子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我没钱，我给不了他物质，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他浓浓的爱呀，我可以给他满满的幸福感。不好意思，这只是你们的幻想。拜托，从你们的幻想中走出来。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你没钱，你给不了你孩子钱，你也给不了他爱。不是你不想爱，是因为你爱不起。怎么说呢？首先，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爱他。
你想想看，你养活自己都困难了，你现在还要去养活一个孩子。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更加拼命努力的去赚钱去工作，你日夜奔波，你天天加班，你没有周末，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呀，所以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有钱人他们也没有时间，但是他们却有资本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他们停下来他们又饿不死，反正他们有钱呢。但是没钱的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他一刻都不敢停，他只要停下来，他孩子下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见不到了，是不是陈明老师？是。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爱，除了没有时间之外，你还没有心情去爱。你们可以想一想，你在外面已经忙成狗了，你大汗淋漓，在外面四处奔波，很晚的时候回家，你只想好好的在家睡一觉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发现你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宽容他，去给他爱的教育，你只会觉得说，老娘在外面那么辛苦的赚钱养活你，你就拿这个来迎接我吗？你能不能早点懂事？你能不能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你知不知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所以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爱他，所以这样家里的气氛就很诡异，你知道吗？而孩子是最敏感的，他能体会到自己家庭的氛围是那么的尴尬，那么的有压力。如是他跟郭敬明是同学吗？为什么他跟郭敬明是同学？你是生活在《小时代》里头吗？哪跟哪儿啊？这可能刚好说明了郭敬明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就是他们分享一个时代的价值啊。不是他那种好像是有钱就给爱，没钱就不能爱。那咱们中国这些农民大波大白们都怎么？只是给爱的方式、给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的累嘛。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收到的爱的品质不是他期待的那个品质，哦，他们生活在电影画面里头，所以说我说生活在《小时代》里面嘛。如如选择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开始，因为他直接就把爱这个事儿，对，反正迟早得对付这件事情，就对付吧。好了，没关系，勇敢一点。因为很多没钱的父母经常对孩子说2句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听了非常的耳熟，就是虽然爸爸没钱，但是宝贝儿你不用担心，我们砸锅卖铁都会把你培养成才。或者有父母也会说，你爸这辈子是没希望了，但是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就想说，活该你一辈子没钱，你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连你的亲生骨肉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你们在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人又不是动物，你发情了就交配，交配了就生产，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谢谢。人不是动物，你听到没有啊？我正在努力从动物变成人。听了如如这番话，我进化的会快一点。你看如这方好多漏洞哎，养一个孩子跟你有多富足东西没什么太大关系。现在咱们中国人知道尿不湿了，对吧？以前不就是养孩不就是扯块布旧衣服，我话叫尿介子，对吧？天天洗尿介子呗，那一样把孩子养大了呀。而你的言行恰恰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哎呀，我父母这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我们，你都不用告诉他。这种言传身教，永比说的我有钱，我陪你玩这个，咱去玩登山，玩草地，那是电影画面。好，第2位是谁？永开，你请。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呢，那你就对孩子比较负责；你没钱的话呢，你就没有心情去爱了孩子。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说生孩子的时候有钱，那万一生孩子过了不久以后没钱怎么办？像我爸生我的时候，其实我家还算是一个小康之家，然后生了不久之后，我爸生意失败了。按照你这个逻辑，我爸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去爱我，也没有心情去爱我，他是应该把我塞回去我妈妈肚子里。而且我家有3兄弟，塞3个。你又是从技术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照算命的说法，你就是克父母啊。好啦，就按照这个观点走下去，其实是很可怕，特别是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每个有钱人都赶着回家干嘛？塞孩子。结果人生就是怎么样，生了又塞，生了又塞，你烦不烦啊？你爸不累，你妈都累吧？那个叫召回，你知道吧？所有轮胎质量不过关都召回啊！所以我想说的东西很简单，人生本来就是有时有钱，有时没钱，这种东西不由得你控制。如果你要算到自己可以确保自己一辈子有钱，你还生孩子的话，坦白说，大家都过去做结扎手术吧，比较快。所以第2点，
其实坦白说，我很欣赏他想要尽可能给多一点时间去爱孩子，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快乐，那没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不快乐？像我自己，我家有钱的时候，我有玩 PS3的快乐；那没有钱的时候，我去隔壁小孩的家可以玩 PS4啊。那就是隔壁的爸爸妈妈有钱，才给他小孩买了 PS4。没关系，隔壁家的小孩们在上小提琴课，所以他们的 PS4都空着给我玩。所以你爸爸破产是被隔壁害的，是吗？有可能。对。然后而且就是有钱的时候，可能家里请家教，那家教也挺帅的，我也很快乐。可如果没钱的话，不用上补习班，更什么快乐呀？家教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家教挺……他说他家教很帅，所以他很快乐，是吗？这跟爸妈有什么关系啊？反正都快乐。不，有的时候家教很好看，是你爸爸快乐。继续，我们绝不再打断你了。哎，所以孩子本来就是一个懂得自己找乐子的一种奇妙生物，在富的时候他有办法快乐，在穷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找出快乐。对，各位父母，你们真的不用担那么多的心。坦白说，你问我穷的时候有没有失落过，有没有伤心过，有没有难过过，绝对有。可是我的伤心跟难过从来都不是源自于我家里没钱，而是我父母因为家里没钱，觉得亏欠了我。我妈有一次她加班，因为担心我们3兄弟不够钱花，也是加班到累瘫了。然后结果进了手术室，手术结束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永开，对不起，就下个月的那个零用钱可能会给少一点，真的很对不起。”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就你妈，你给我一条命，已经对我是莫大的恩赐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一个父母会仅仅因为自己家里没有钱，自己暂时时运不好，结果就亏欠了孩子呢？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从来都不介意家里有没有钱，孩子介意是父母到底开不开心。对，好的。如果父母不开心，就算家里再有钱，我也不开心。可是如果父母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我家里再没钱，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所以在这里，我要向电脑前影集在哪里？电脑前的妈妈说一句话，就我知道家里现在可能很困苦，然后这困难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但是请你相信我，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那我对你的爱从来都不会因为家里的钱减少而因此而减少。我爱你，谢谢。齐溪。新赛制，奇袭为1v1单挑环节。当一方奇葩对另一方发言忍无可忍时，可选择发动奇袭。每场比赛每队各有1次机会发动奇袭。我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武汉市的一家孤儿院，我很想去收养一个孤儿。然后孤儿院的老板衡量了我家庭的经济情况之后，说不好意思，你不能来收养我们这里的孩子，因为你的财务状况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最低标准。我想请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孤儿院宁愿那个孩子没有爹，也不愿意让没钱的我去当爹？为什么？我不懂他们的考量是什么，可是我想今天的辩题是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而不是没钱要不要收养孩子。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孤儿院在孩子收养和领养的过程当中都有鲜明的财务状况调查，而且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都有法律的规定。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各国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钱不够的话，甚至领养一个都不允许，为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孩子，大家都会认为生的儿子父母都很容易比较爱，所以因此他们不介意你有没有钱。可是收养孤儿的话，因为你本身不是你亲生儿子嘛，所以他们才要衡量你经济状况。给个基本的基础，这个点好锐啊！说得很好，他告诉了我们在养一个孩子当中财务状况的重要性，这点你听不出来吗？对，收养孩子和生孩子的区别听得出来吗？如果可以选的话，你是希望在你人生当中没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吗？还是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我会在我最爱他的时候生。是哪一个阶段？最爱他。最爱他是哪一个？是比较偏没有钱的。我有可能在有钱的时候爱我孩子，也可能在没钱的时候爱我孩子吗？你干嘛要强迫我呢？没有，你一直站在一个孩童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它很美好。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你答案，因为你刚才所有的想法，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但没有关系了。我觉得此论目的来了。好，齐溪结束，谢谢两位请坐。非常好的抵抗奇袭的方式，一再的用各种立场来扰乱发动奇袭的人。可是，在扰乱对方的时候呢，同时自己也掉进去了一个态度当中，就是只要有爱，那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今天不是在辩论
我们该在有爱的时候生孩子，还是在没有爱的时候生孩子哦。所以你也搞错辩论的题目了。这是补刀吗？当然是补刀啊！但是对方刚才那个错误观念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亲生父母，哪怕你没有钱，你会用你的方法，哪怕从你嘴里抠出来，从身上扒下来，你让你的孩子过得很好。但是你收养的话，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能力来养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爱了，你标准是不一样的。不，金姐，其实是这样，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抠出来、扒出来，也可以把孩子养大，对了，也可以让他过得很好。对，但是这份爱从一开始就太沉重，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背负了很多他原本可以避开的包袱。这个话题好像貌似是从家长角度出发的，但其实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准备要结婚生孩子的人的一个提前的考量。是，所以他其实不是面临着说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还是不要，而是说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在我事业没有成功或者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要不要生孩子？好，我们继续啊，小肖是吗？好，刚才大家说了很多孩子的感受，其实我们今天辩题是没有钱，我们要不要生孩子？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当这样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当这样的父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希望选择权在我。如果我有钱的话，他到底是我给他买 PS2，还是他到隔壁家去玩 PS2？选择权在我，你懂吗？他到底生下来，他的人生是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那是由我来决定的，选择权在我。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有一天在电视上告诉我说，有一天我的爸爸含着眼泪告诉我，儿子，你下个月生活费没有了，那样是对我的一种折磨。原谅我的自私。永开，我觉得你很懂事，但请你原谅我的自私。如果我没有钱，我不想要孩子。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不要把爱扯进来，但说实话，你如果没有钱，支撑你陪伴一个孩子、养育一个孩子是什么？只有爱。刚才我们的汝如说到，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钱，父母的爱很容易无力。你们懂吗？我们都说爱是很牛逼的一个东西。尤其是父爱母爱，他陪你度过千难万险。但这个世界上有谁会像我一样爱他？没有了，只有我，因为我是他的爸爸。如果他长大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可以有的，可以有的，现在可以有的。发动奇袭啊！我只是说也可以是妈妈这个。他一个人无性生殖啊！哎呀，那个爽啊！说完。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跟我说，爸，我想学钢琴，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去拜托钢琴老师？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钱，能不能拜托你像爱我一样爱这个孩子？你能不能不要收他的学费？如果他长大了想读名校，我没有钱，我去拜托校长，校长不好意思，我没有钱，但我爱我的孩子，你能不能像我一样也爱一下我的孩子，让他读一个书，可以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没钱，我生孩子，你们以为会有天使替我爱他呀？OK， 我告诉大家，我一个最简单的观念，我不说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我不想生孩子，很简单，我不想因为一个孩子降低我的生活质量。虽然因为我没钱，本来就没什么质量。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大学同班同学，曾经一个女生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花枝招展，生了孩子之后，生活过得清汤寡水。有一天，我陪她去商场给她的女儿买东西，她花了5000块钱给她的女儿买了一口锅。这个锅是用来干嘛的？给奶瓶消毒的啊。而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他连一条500块钱的裙子他都舍不得买，你们知道吗？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不买这条裙子的话，一个锅盖出来了。你们懂吗？包括我妈后来看到这个女生都说：“哎呀，你看圆圆现在当妈妈了，长大了，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我告诉大家，你们别觉得懂事儿是一个褒义词。人为什么懂事儿？是因为环境所迫，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懂事儿。好，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钱，我要了一个孩子，我割舍我的一切欲望，我割舍我的社交，割舍我的朋友，我老老实实去工作，我去赚钱，我懂事儿。好，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最好像永开一样，他懂事儿，你们懂吗？他如果像永开一样懂事儿，他不能向我提出任何我能力范围以外的要求，那他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是不孝。
所以呢，别人一家3口是和和美美、幸福美满的一家子，我们家是无比懂事儿的一家子。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不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不希望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同时我希望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我面对我的孩子，我理直气壮。就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拼爹的资本，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只能去跟人拼命。谢谢。七夕了。对。哎，不是我插一句，你玩 PS2 吗？没玩过。对，我也说你肯定是没玩过。我小时候喜欢踢毽子，但是不。从小喜欢踢毽子，现在变得这么贱是吧？这个好。他刚刚整段都讲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旋不去。就是他说孩子出来看到他爹长这个样子，我脑中在想说，我若生出来看到我爹是这个打扮的话 ，OK 了，嘿，好吧。我希望你当爹以后还维持这个打扮的风格。哎呀，不想当爹累。哎，你是被奇袭了是吗？啊，我奇袭他，你奇袭他。对，秋晨你请。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呢，你不想生孩子，就是不想降低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对吗？好，请问你要多有钱，生了孩子之后才能完全不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很简单，就像如如说的，我不需要每天为生活所迫，我必须出门的时候，必须出门赚外快，所谓的灰色收入的时候，OK 了。OK， 没问题，你有钱，可是你总得在家稍微陪一下他吧，不能泡吧了，不能和朋友喝酒了，你生活方式始终是要改变。所以看到吗？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他就是想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嘛。我告诉你，很简单，为什么？就是如果我有钱，我生了孩子，我不用割舍掉我很多的欲望。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你知道吗？当然，我朋友啦，我朋友，我不需要割舍我这个欲望。你只听到我的朋友她做了一个妈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1年多以前，她没有生孩子，她还是一个少女。你让一个少女一下子割舍掉所有的欲望，不能穿高跟鞋，不能买高跟鞋，不能买裙子，其实很不人道的。好，没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朋友自从生少女变成了一个少妇之后，她自己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以前晒自己的自拍，对吧？还要被你们吐槽。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的晒自己的孩子。请问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告诉你，他现在为什么他不晒自己的自拍了？因为他连化妆品都买不起，他素颜不好意思上镜。好，没问题，没问题。我明白了啊，待会儿我接着说，好吗 ？OK。那我们就跟他说不清楚。是不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没有啊，哇，潇潇，你得到了最高的恭维，就是跟你说不清楚。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很快的问潇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是想要孩子前提下，只是因为现在没钱，对吧？那比如说10年之后你还是没钱呢？那个柳岩姐是这样啊，因为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钱的话，很简单，我还年轻。你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有钱，对不对？其实我现在已经挺有钱的，告诉大家。哎呀，所以说他有钱是要孩子啊！你对他这个情况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没钱，但是大家年轻嘛，我坚信我10年之后、我5年之后一定有钱。可是说不定你5年、10年之后不但没钱，还比现在更穷。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你那时候想要孩子都老了，都生不出了。我们今天这辩论题目讲得很像什么题目？就是如果我们要考高考了，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书都念完了，我们再去考？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生都会说：“我希望我把书都准备好了，我功课都温习好了，我才去考高考。”可是高考来了以后，我还没念完，我也得去考。所以你刚才说，万一日后也没钱，万一过了20年还是没钱，那怎么办？那就是念书没念好，功课没有准备好。可是高考的日子还是来了，他还是会去考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理想的状态。可是他生不出了。真的，你等到10年、20年就长死了。真的，长死了。其实这请教一下，长死了我听不懂。就堵住了。堵住了呀。真的好多人生不出是堵住了。长死了呀。该出奶的不出奶。我发现你们2个人真的特别爱谈技术问题。那这样我就问一下，你先说哪儿堵死了？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很多女生哪儿堵住了，哪儿长死了，那这输卵管堵住了。对呀。哦，我想多了，我想多了。我觉得自从有了奇袭这个设计之后，大家都疯了，就疯掉了啊！就这样。好，
那我就承接着刚才往下说，潇潇呢有没有钱跟他选择毫无关系，他无非就是想维持现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信你问他，好，我现在就给你1000万，你生不生？要生。啊，才不要嘞！他犹豫了吧？生不生跟钱没有关系。好了，刚才前面2位呢说的是我要把爱和那个钱绑定在一起，为什么？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想给你孩子最好的东西嘛，对吧？这没有错。可是你要弘扬你这种大爱，首先你就得有一个孩子。那吊诡的地方就出来了，对方以爱之名却剥夺孩子的存在。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不能给你最好的，我就干脆连条命都不要给你。不对不对，不能替他做决定。那我就想顺着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现在过的日子也不是你想象中最好的吧？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呢？所以好强真的对。真的有没有钱啊？好多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来的。潇潇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不是怕亏待孩子，他是怕亏待了他自己。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想法，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是他还没有长大。可是有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承认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有多少钱，一旦你的孩子出生了，你立刻会觉得那些钱不够花，也就是一旦有孩子，你立刻就会觉得没有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爱就是这样一种不计一切的投入。无论你给了他多好的东西，你都会觉得不够。你给了他澳洲的奶粉，你就会想他有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他。没关系，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欲念非常好，记在你自己的心里。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成为你拼命去挣钱的最大的动力呀。所以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钱不要紧，你们想一想。王思聪，你们的老公王思聪，他1988年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家也没有钱。那时候他爸是一个什么区政府的办公室的副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公务员能有多少钱的工资？肯定没有钱。可是1988年，就在王思聪你们老公出生的那一年，他爸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下海了。所以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爸呢就成为了中国首富，为了孩子反而更有钱了。对。然后王思聪呢，就成了你们的老公，对吧？所以没钱不要紧，没钱可以去挣的。如果说爱情让一个男孩成为了一个男生，更有赚钱的动力。是的，更有动力。那孩子就可以让一个男生变成一个男人。男生，对吧？为了耍酷去抽烟，可是男人可以为了省钱去戒烟。男生为了义气去打架，可是男人为了家人可以隐忍。男生一时高兴可以千金散尽，可是男人啊，为了自己家的千金是可以斤斤计较，到朋友都嫌弃你，你也在所不惜的。女生其实讲得真好，对的。哇！所以说呢，这个有没有孩子跟有没有钱，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的关系，你可以去挣的。而且与那些一开始就有钱的家庭相比较，你作为一个从零或者从比较低的地方开始奋斗的人，你能给你孩子的礼物还多了那么一份，那就是让你的孩子亲眼目睹着你为了他去付出、去拼搏，这是什么钱都买不到的。谢谢。大家好，老樊呢？我们又赶上了一场特别心里没主意的观众，这个红蓝键在这边刷刷刷，跟那个下雨天的雨刷器似的在那转。陈明 ，OK， 刚才秋人说了很多，我算是最后已经听明白了。其实2位老师也总结了嘛，就是动力。我一听我才意识到，这才是真正吊诡的地方。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生孩子是挣钱的动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会要努力去挣更多的钱，干什么？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环境，对不对？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很希望孩子在一个有钱的环境下成长吗？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他们是认同我们观点的，是希望有钱了生孩子会更好的，要不然那动力从哪里来？我来告诉你，真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对方刚才说的就是真的很唯美、很天马行空的原因，后面2位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过一个孩子。我告诉你，挣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动力是需要的，但是挣钱这件关键根本不在动力，在能力。
今天在座100位观众，你们谁没有挣钱的动力？举手示威我一下。动力也很重要。挣钱这件事情，动力其实人人都有，但你知道能力这个东西关键在哪里吗？挣钱其实最关键的是时间和精力，他需要去锤炼自己挣钱的能力，然后去挣钱。我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没有钱应该努力挣钱，而生孩子这件事情跟挣钱 totally 的是南辕北辙。我的女儿她是2014年6月7号出生的，我非常真实的给大家呈现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父母的生活。孩子在刚开始生下来的半年到1年当中是要吃母乳的，2到3个小时孩子会饿一次。每天晚上，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妈妈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里的喂奶频率是这样：9点半左右以后就要睡觉了，9点半要先喂一次，2个小时，11点半喂一次，1点半喂一次，3点半喂一次。 5点半喂一次，7点半喂一次，上班。晚上孩子会饿了，他就会动，他就会哭，就会嚷嚷。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这就是生活，你知道吗？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喂一次奶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喂完了还要花半个小时把他哄睡着。所以呢，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2小时醒一次，醒一次1小时。 想象一下，这个妈妈这头1年的是怎么睡觉的？但如果在座的各位男士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工作，辛苦的是妈妈，你就错大了。不可能有一个妈妈每天晚上醒这么多次喂奶的时候，看到爸爸在旁边鼾声如雷，心里还会很平静的。所以，所有年轻的妈妈一定会啪一脚把爸爸蹬起来，说那个爸爸拿尿布、烧开水、倒奶瓶、开灯，然后给孩子换一下衣服，然后就你会看到一个。那这个跟有钱没钱没关系，有钱你得喂奶呀。它会影响挣钱。从我本人来讲，前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睡过一段在5个小时以上的觉，没有。 我老婆就更不用讲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生活当中白天看到一对年轻人双目无神，然后行尸走肉的到处晃，他们可能刚刚生完孩子。我想说的关键在哪里？你发现没有？挣钱是需要时间的，挣钱是需要精力的，挣钱是需要你投入的。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在接下来1到2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对年轻妈妈的挣钱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削弱。我根本没有提花钱和开支要增加多少。 一个讨论要对屏幕前的观众可能有一些启示作用。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听，他们刚刚结婚，也许他们要选择要一个孩子或者不要一个孩子。我方希望给大家一点的注意，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人生有20多岁、25、6岁、27、8岁、31、2岁，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如果可以选，如果真的你可以选，我个人的建议是，在一个 你真的经济会稍微充裕一点，在一个你稍微有钱一点状态下去迎接这个生命，你会更幸福，孩子拥有更多无限选择的可能，整个家庭都会更甜蜜。谢谢大家。好，谢谢陈明。好，来，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的阶段，2排的人也可以开始发言，谁先开始？乙方的立论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延续。咱俩又回到去年决赛的时候。不要让人家坐下，不礼貌，跪下。你给我躺下！我现在跟你上。好，什么意思？刚才秋晨他们理的已经很清楚了，对方3个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坦白说，只要你生了孩子，你就算是王思聪他爹，你也经常得给王思聪擦屁股，你的生活模式也经常被改变，生活质量时不时也被他的小绯闻下降那么1、2下。 对不对？不是他爹擦屁股，你那么高兴干什么？你看你那个表情，真的是。嗨，还不是因为他不是我老公。你们支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生孩子，他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嘛。好，现在开始讲我方立论。我们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心中大爱，明白吗？而是因为 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能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小孩？这个小孩在什么样的时机下获得什么样的教育，得到什么样的机会，最后变成什么人，根本不可控，明白吗？帅哥美女的结合一定不会生出丑男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有段时间你们很流行网上晒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对不对？ 跟你们的自拍一对比，总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吧？因为基因组合不可控，就是你父母超漂亮，你可能丑得一塌糊涂；可你父母超丑，没准你以后长成吴彦祖，对吧？那就得查一查了。好，你父母都是天才，这种优势基因组合在一起，不好意思，没准他们最平庸的部分重合了，对不对？ 你是个傻子，很正常啊。
有没有大学双高知生下个孩子连3本都考不上的？高晓松，他就是典型的基因组合失败，知道吗？从形象到智商，你不能人家不参加第2季你就这么记恨呢？谁让他不来的？聪明、财富、智慧都不可遗传，对不对？你给你孩子最好的一切，他未必享受得了啊。可是按你们的说法，没有钱就不能生孩子，那蠢货也不应该生孩子，因为你们养不好，对不对？丑人也不应该生孩子呀，因为你们孩子生来丑，从小受歧视啊。你都不是最好的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呀？按照你们这种理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莫扎特，因为他们家超级穷。哥们儿为什么4岁就会弹钢琴，挣钱养家？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梵高，家里穷爆了，而且一辈子都很穷。你已经讲了2个早死的天才了。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人幸不幸福，而是这个世界上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人。人类一旦开始搞优生学，人类就会变成什么？配种社会，明白吗？只允许最好最棒的人活着，只允许最幸福的人活着。生育权我们没有。到最后只剩一点，在座的各位，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各种的缺陷，发现我作为一个父母不配生，我作为一个人不配活，没了。陈明，对，好，我觉得必须要解释一下了。其实薇薇姐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今天跟我们今天谈的完完全是2码事情。薇薇姐刚才已经反复讲了，说基因什么东西都不可控啊，生孩子的基因我们没得选。是的，如果先天的东西我们父母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后天的环境？做爹妈的基因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说了算的话，那他成长的那10几年的路是我给的，我能不能尽一点力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从小家庭其实并不是很富有。我的这个朋友，他坚韧，他细腻，他善良，他的目标感非常强，我非常钦佩他身上这种闪光的品质。但他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的会有些自卑，以及跟随着自卑所无法抹去的有一点点矜持而脆弱的自尊。很多时候我们朋友聊天聊到他家庭的时候，他会突然就是生气，然后我觉得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嘛，他真的会翻脸的。这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普通人。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薇薇姐，你刚才说什么东西，它后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是未知的。No，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未完成的愿望之魔咒。童年的时候，未完成的那个愿望，对你未来人生的路的影响远远超出你们的估计。如果一个孩子在18岁之前，在他所有的童年生活当中，他最缺的是自由，父母管得非常严的话，他未来的一辈子，他人生努力的最高价值就是为自由而奋斗。如果他在为童年的过程当中，他最缺乏的是爱和归属感，他未来所有的价值排序当中，爱和归属感就在最前面。如果一个孩子童年当中最缺的是钱的话，他的人生之路会把物质财富的累积作为他所有价值排序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东西，有的人追逐自由，有的人去追逐自己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作为父母，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他18岁之后，把赚钱作为他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的那个载体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在18岁的那18年当中，做爹的我，不能给他一个稍微充裕一点的童年。我不希望他在未来整个人生的目标就这样被18年前的我无力的从一开始就设定。我不希望看到开头的时候就想到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没钱的时候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谢谢大家，谢谢。在我们现场观众进行最后的投票之前，我们要开始引入我们今天3位最重要的团长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了。这样，你们2位要不就先让柳岩先。我先说吧，先因为你们是代表战队。对。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你最大的孝顺就是让我看到你成家，让我看到你立业，让我看到你有孩子，这一切代表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国人的价值观
并不是你有钱是最幸福的，而是你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是最幸福的。据我对我自己父母这一辈人了解，可能这个时代又变化了，但是对我父母那个时代了解，我们是这么认为幸福的。你想不想要孩子，其实跟钱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我给大家演练一下这个情景吧，就比如说马东老师，咱们俩结婚了，然后我告诉你，我说，好的，我同意。马东，我没钱，我不想要孩子，但实际上结了婚以后怎么还能直接叫名字呢？东，哎，我们现在没钱，咱们不能有孩子。但我表面上说这是个借口，我真实的理由为什么不孩子？我告诉你，第一，东，我想要2人世界更多一点，我不想要第3个人出现，这样会更好。我保证不找小三儿。这是理由1，理由2就是。东，我其实结婚前骗了你，我真的不喜欢小孩儿，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孩儿，所以我不想生。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东，我不是不想生孩子，我是不想跟你生孩子。对。所以，当男人们听到自己的配偶跟自己说，他讲了半天就是为了讲这一句。对，跟自己说。我没钱，我不想生小孩，这一定不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想法。生儿育女其实本身是幸福的事儿。非常好。我除了最后那一句，其他都没记住。好，蔡团长，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啊，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巨大的压迫。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所以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就这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90后、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每一次我一讲到说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的时候，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转发就非常高。人对于金钱，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干嘛存教育基金？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父母亲不用存爱，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的。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你说莫扎特、梵高，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我作为一个人类，我非常高兴历史上有过梵高，有过莫扎特。可是如果我是爸爸，我真的不忍心我的孩子是梵高跟莫扎特。我不要我的孩子那么小4岁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然后被那些国王吓到发抖。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想要的态度。所以爱是不用谈的，爱在那边。我们谈的是金钱，我们爸爸妈妈能够唯一做的准备是金钱的准备。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好了，来，我们留给金姐。我觉得其实我们辩论了半天，关键是你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拿我个人来讲，当我收养我孩子的时候，我没有钱，我也没准备。当这个生命敲门的时候，我不能拒绝生命，我就开始了。然后我能走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个3个生命给我的一切的动力。
我应该给我孩子送什么样学校，什么样学校，他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穿什么，是你们大人的一个标准。孩子的快乐，我觉得还是你对他有多大的关注。那个潇潇说，那个一个少女以前可以花很多钱买裙，现在买了个锅，但你知道吗？那个幸福感，她认可不买10条裙，她买锅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她那个幸福感是由于孩子给带来的。陈明，你的幸福感。女儿给你和你太太带来的幸福，远远超过你对抱怨几个小时喂奶，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人丁兴旺啊！看那个幸福感呐，大家觉得都值了。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全家人都是值的。说这个幸福感，我觉得这是拿钱任何衡量不了的。我赞同奇葩说应该说实话，给很多年轻人说的，你有钱你再生孩子，你有个很好的保障以后，但是世间事情变幻莫测。你今天可能有钱，现在有生孩子了，可能这个孩子生完了以后，过两年你破产，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面临一个新的话题，所以说生孩子随缘吧。而且我还回到我那个观点上讲，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赶紧要，用你的能力去爱他，给他一个生活环境。等你有了钱想要孩子的时候，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哭着喊又那个管又这个管。这个也是事实，还真是。对，多少有钱人现在哭着喊要想又借腹生子的多少啊！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说你不生，啊，那是光挣钱了。哇，等你都有了钱了，功能全衰退了，完接着别人的肚子生孩子，有毛病啊你！奇葩说录到现在，金姐开始发力了。好，我们现场观众，请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这个时候，我赶紧把我们的广告念一下。第一位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你发现我们在奇葩说这个现场，吵归吵，骂归骂，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愉快聊天的环境，是因为上场之前我们掐着脖子，一人灌一罐雅哈咖啡啊，喝完了才能愉快聊天。第二个是狂拽炫酷，上一期广告词是狂拽炫酷。炸天的，在柳莲面前，你不好意思念那个字吗？就是狂拽炫酷那儿炸天的，什么叫那儿炸天呢？哪儿炸呀？哪儿啊？对，所以让我们来共同感谢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谢谢。当然了，除了这个雅哈咖啡之后，每个人上场之前，我们掐着脖子还是为了一些吃了就变逗逼的 豆。好，谢谢我们所有赞助商，谢谢。来，我们来看一看，跟我们最初的结果相比，谁获胜？哇哦！好，这样从反方3位当中，我们将选出一个人去接受栏目组的酷刑。我们选择的是那个最不让我们喜欢的人，跟他的表现好不好没有关系，他不会被淘汰，但是会接受栏目组的酷刑。他穿的衣服就受刑的衣服嘛。对，议长大人，你刚才意思就是我们要整那队的谁，我们就写谁。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觉得谁最欠整？请写下他的名字。哎，凭什么呀？一眼望去，谁欠整就昭然若揭啊！先问一下，你选择的为什么是这个人？因为我最喜欢他，我觉得他惩罚镜头会多，所以给他多点镜头。已经够多了，我觉得。说你了吗？真是。好的，金姐为什么选那个人？因为他最贱。蔡团长为什么选择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嘛，我们现在不整他也是白不整，因为将来他肯定要整我们的。来，让我们打开题板，毫无悬念。不是，我能问一下惩罚是什么吗？对不起，现场的各位观众，因为实在太残忍，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执行完。对，请大家密切关注。你们还挺失望。播出的时候，潇潇重新回到现场的时候，哪儿青哪儿紫，哪儿走不动道。然后我们要选出正方今天表现最招人喜欢的那个选手，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个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抗饿基金送给他。你是说钱吗？钱，抗饿基金。他们那一组不要钱，他们只要爱啊。这3个人当中选哪个呢？要写啊。要写啊。他们3个真的很好哎。就是我们这一个抗饿基金的数目惊人。如果你每天只喝
就是一盒这个玩意儿的话，大概基本上这辈子就算拿下了啊。蔡团长为什么是他？他当初进入我们的决赛是我挑的，我那时候就期待他带来一些场子里头跟我们传统对于辩论者不一样的乐趣。那他今天第一次独挑大梁时，我挺紧张的，我怕他就撑不住，结果他撑住了，然后也带来了我所期待的乐趣，所以我想要让他扛饿一下吧。让他扛饿，柳岩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一起拍过1个月的戏，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会演，还这么能说，所以我一定要支持他。哦，这是私人馈赠是吧？好，你这票不算啊。这个。那金姐，他有家有业的，他得养孩子，给点钱吧。哇，来，请3位亮出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神经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请3位亮出题板。哦，请大伙儿吃饭，你们拿生孩子去吧。一张麻将牌。那么大兵就是我们本场的 BB King。BB King，BB King，You Can You BB 的 BB King。同时，我们要感谢这个有型有款有奖金，也不一定就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我做梦都没想到拿到这10万，是真的吗？我觉得辩论能力升级了，因为旧的成员更加升级了，然后新的成员起点非常高，七夕太好玩了，导师也会七夕，然后就一片乱七八糟，但是又特别的好玩。人跟人在聊天的状态中是互相奇袭的，我们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所以奇袭是更像我们生活中沟通的方法。